大家好，我是每周都会和你去探索香港的 Andy。那我今天要和你们去探索的是九龙城。九龙城这个名字的由来众说纷纭，它最早的时候可以追溯到宋朝末年。相传当时有2位逃难的皇帝赵氏和赵昺，他们逃到了这里的时候，看到了这一带群山连绵，形状就好像是8条龙一样，再加上当时在位的赵昺也是一位真龙天子，于是便把这一区叫做九龙。而另外一个说法则是，在明朝时期，这里便有一个村子叫做九龙村，而这个村子和宋皇有没有关联就不得而知了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后来清朝在九龙村建造城寨，用的就是九龙这个名字。今天的路线我们会围绕着九龙城探索，再接着和你一起探索到皇帝逃难至此的地方。那就期待一下今天都会去哪些有意思的地方吧。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宋皇台地铁站的 B 出口。那我今天要和你们去探索的第一站呢，就是九龙寨城公园，也就是之前三不管地带的九龙城寨。那我们 Let's go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到了，就是这里九龙寨城公园，也就是之前的九龙城寨。那我先带你们去看一下九龙城寨的旧址，然后等会呢再和你们去探索这里有个光影之旅的展览。不过现在呢就下很大雨的原因呢，那我就不拿相机出来拍了。那我今天呢会用这个 Action 6去拍，这里不是广告啊，我怕相机就是连坏了，所以呢就用这一个。那我们 Let's go。1842年，因为南京条约，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后，清政府为了防岸对面的英军，于是在1847年的时候建成了这个九龙城寨，作为军事驻地。而在后来的1898年，英国还租借了新界这一带，但当时租借的条约里指明了九龙城寨作为清政府的军事驻地，只能由清政府的官员管理。然而刚签约后便爆发了新界6日战，九龙城寨的官员也因此被驱离。至此，清政府的官员想要回到这个地方，就等同于说我要回家，但我必须要经过你家，并且得到你的同意后，我才可以进入。而对于英方来说，条约里指明了九龙城寨并不归他管，那他便也不愿意去管理，于是九龙城寨便成为了一个三不管的地带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到啦，就是这一个衙门。那这一个衙门呢，现在就是里面有一个光影之旅的展览，那我带你们进去看一看吧。九龙城寨约2.7公顷，大约是4个足球场大小。但在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呢，就已经超过了5万多名，是当时世界第1密集的地区。而为什么会形成这个超高密度的社区呢？是因为正如刚才所说，这里作为三不管地带，不止犯法的人，就连初来香港无家可归的人也想定居在此。但这一片地区也就这么大一点，很显然向外发展是不可能的，那是英国管制的范围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就只能向上发展了。于是九龙城寨便形成了一个又高又小又密集的小城。至于将九龙城作为背景的电影题材实在是太多了，除了九龙城寨之围城外，还有《雷洛传》、追龙、跛豪、
龙在江湖等还有很多很多，但实际在当时的九龙城寨里面取景的也就只有神港奇兵、阿飞正传，还有重案组。OK， 好，那现在呢就逛这个九龙寨城公园呢，还有这个展区也逛得差不多了。那这个展区呢，没记错的话是在2028年的时候才关闭，所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。那另外提醒一点呢，就是如果你是要来九龙寨城公园拍拍照什么之类的，记得稍喷一下防蚊的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接着去下一站。那下一站呢就是法定最高古迹 ，Let's go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到了就是这一个九龙城的最高法定古迹猴王古庙。那我带你们进去看一下吧 ，Let's go。猴王庙建于约1730年，距离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，是香港最高级别的法定古迹。而这座庙所供奉的猴王到底是谁，其实众说纷纭。但最主流的说法是，南宋末年的一位功臣杨亮节，当时的赵氏和赵昺2位皇帝，便是因为他的相助下逃到了九龙。而杨亮节因护驾有功，生前封侯，死后封王，所以便被叫做猴王。后来因为士人们敬重他的忠义，便建此庙作为纪念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这里呢就逛得差不多了。那接着呢，我就带你们去猴王古庙下面的3级历史建筑物 ，Let's go。好，那它的底下是有多底呢？这里是猴王庙，这里就是要去的那一个地方 ，Let's go。现在的3级历史建筑物石屋家园，大约是在1945年到1949年间建成。而它的建成其实是因为在2战时期，日军为了扩建机场，清拆掉了当时很多个九龙城的村落，而被清拆掉房子无家可归的村民们，便被安置到了当时已经荒废的何家园，便将荒废的何家园清拆重建，建成了5栋2层楼高的石屋。除此之外，这个石屋家园还是香港有桥的重要片场，也是长江电影制片厂的主要拍摄基地，也被称为了九龙城梦工厂之一。所以其实这个地方还是香港电影梦开始的地方。那另外呢，现在这个石屋也被活化成了文物探知中心和一间咖啡館。那我們就在這一家咖啡館喝個咖啡休息一下吧。OK， 我要個呢個冷泡咖啡試下。你坐邊度？係，我坐出邊。係八達通。好，唔該晒。那我先試一下這個直接喝是什麼口感。朋友們，乾杯！它真的喝出来有啤酒加咖啡的那种口感，哇，很奇特耶！加冰的，再来一口。加冰的会比较好入口一点。好。
那石屋这里呢逛得也差不多了，那趁现在呢没有下很大雨，那我就带你们去逛一下小潮州，还有小泰国。Let's go！好，那我们走到就是这2条街，城南道还有打鼓岭道。那这2条街呢，据说是屌族人还有泰国人他们最早在香港落脚的地方。那这里呢就有非常多的泰国餐厅，还有潮州餐厅。那我就带你们在这附近看一看先吧。Let's go！早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，大量的潮州人来港时，便是聚居在九龙城这个地方。他们在这里经营米铺、药材、茶庄和餐厅等，所以呢，这一条街也被称作了小潮州。而隔壁的城南道，则是大概70、80年代的时候，有很多的泰国人移居到香港发展，他们选的也是在九龙城这一带聚居，所以这一带也有非常多的泰国杂货店、佛具店、餐厅等，这里呢也被称为了小泰国。所以如果你想在香港吃到正宗的泰国菜或者是潮州菜的话，那你不妨可以来这一片地区探索一番。OK， 好，那现在呢，这2条街也逛得差不多了。那接着呢，我就带你们去最后一站宋皇台地铁站。那宋皇台地铁站附近呢，还有个宋皇台公园，那边就有一些关于宋皇台的历史可以看。那话不多说，带你们去最后一站吧 ，Let's go！那我们到啦，就是这里宋皇台公园。那宋皇台公园这里呢，就有一个石碑。那其他的文物呢，在宋皇台地铁站里面。那我就逛一逛这里，然后顺便带你们去地铁站逛一逛吧。宋皇台，正如我开头所讲，其实这个石碑是为了纪念当时逃命至此的2位皇帝赵氏和赵昺。但其实2位皇帝的逃难呢，除了这块石碑，还有文书上和石碑上的记载外，并没有实际的证据可以证明当时的皇帝真的有逃难至此。直到2012年，在开发宋皇台地铁站时，挖掘出了数千件宋代至元代的文物，以及数百个遗迹，这也证明了2位皇帝是确确实实到过这里的。那现在部分的文物呢，是放在了宋皇台地铁站，供人免费观摩的。好，那这一期的视频呢，因为我用的是这个2.6去拍，所以呢，跟之前的视频呢，可能画质上或者说是一些角度上都有些不一样。它的重量啊、手感啊，我也不是拿捏得很好。那我们家也有用这个非常好的高手，就是艾丽森，但是因为他去了马德里旅行，那所以这一期就没有他出现了。好，那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你的支持呢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，请帮我点个赞和关注，谢谢。那我是每周都会和你去探索香港的 Andy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